一幢幢刻满皱褶的建筑，一道道垂涎欲滴的美食，昆明是否越夜越美丽和美味呢？请跟着我一起逛老街夜市，感受充满市井烟火气的夜生活吧。傍晚时分，来到老街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对月楼，满满的人潮说明了它对旅人们的吸引力。站在昆明老街的任何一个路口，向对月楼望去，都需要一次小心翼翼的视线调焦。那是两栋并立的老建筑，一栋略高，一栋稍矮，人潮流动中增加了拍摄全景的困难度。当绕到侧面的时候，它变成了一道竖直于地面光的裂隙，所有的丰满与细节都被压缩进了这个几乎没有厚度的剖面里，仿佛一道稍重的风就能将它吹得微微颤动。这就是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——纸片楼的缘由。从侧面走进石板街道，人潮明显减少了，说明大众往往是流于表面的欣赏，疏于探究深层的内涵，反而容易错过更美好的光景。在黄昏夕照下，几乎要以为这些建筑是从某张泛黄的欧洲明信片上裁剪下来，又被轻轻贴在这条东方老街的背景图上。这种刻意的不协调，却意外地成了一种最和谐的注脚，标记着昆明向世界仓促敞开的时代。老街的夜不是骤然降临的黑，而是光以一种古今交错的方式苏醒。两侧的商铺挂着烫金的招牌，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包装精美的鲜花饼和普洱茶。游客的喧哗像潮水般涨落，既是地图上标注的历史文化街区，也是繁华的商业区。老街区域始建于南诏大理国时期，元代正式筑城，老街一带逐渐成为商业与居住中心。明代昆明筑专城，老街区域成为城市中轴线，商铺、庙宇、民居聚集，形成三坊18巷格局，承载着昆明近千年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底蕴。出了昆明老街，沿着正义路即可连接南平步行街，是昆明购物、餐饮、娱乐的中心地带，充满现代都会气息。搭乘地铁3号或5号线到五一路站，出站即可步行抵达，交通非常便利。这里的街道保留部分民国时期银行建筑，融合历史记忆与现代繁华，体现昆明从抗战名城到国际城市的变迁。
南平街的名称源于抗日战争时期，寓意南方屏障。1930至40年代，随着昆明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城市，南平街迅速发展为金融、商业和文化中心。21世纪开始，南平街改造为现代化步行街，街道设计融合云南各地特色，将装置艺术、鲜花拱门点缀其间，白天黑夜各有风情。南平步行街的西侧，往2号、6号线地铁站塘子巷的方向，途经祥云街，是美食荟萃之地。这里还有一条台北街，复刻了台湾的夜市美食，多由台商经营，让我倍感亲切。台北万华有条昆明街，昆明有条台北街，连接了海峡两岸饮食文化交流。台北街的对面即是网红夜市南墙街，几乎是外地游客来到昆明的必访之地。在初冬的夜晚，来一份现点现做、热腾腾的越南小卷粉，是一道冷热皆宜的美食。南墙街夜市的物价比起昆明其他地方略高，美食种类也过于普遍化，难怪本地人几乎都不来呢。搭乘地铁2号线连着1号线到福德站，即可抵达当地人推荐的双桥夜市。虎皮酱香饼，我感觉比台湾的葱抓饼更好吃呢。下面芒果是要不要只切小块吗？要。这是酸奶吗？酸奶，小号的，调软了的。来吃吃看固体的杨枝甘露，这是在双桥夜市才看到的，蛮特别的，尝尝看。好吃，不会太甜。芒果加葡萄柚，然后还有一些酸奶，还有白色的猪猪，好吃啊！好，小陈，看一下，交的肥的都有了，免费试吃。各式昆虫，我可是只敢看不敢吃呢。
装在可爱小猪里的猪脑花，感觉更有食欲了。我以为用这个蘸一点嘛。2个都要吗？小小的。手头收款15元。像乒乓球一样大的珍珠还是第一次见呢。来一份冰糖雪梨，润肺生津止渴。捞汁海鲜可说是双桥夜市的代表性特色美食，各式海鲜应有尽有，1公斤80元起跳。如果选壳重的贝类，买下来不比在餐厅吃便宜呢。然后1份不辣的。说里面包松茸，野生菌、松茸、野菜、鲜肉。微信收款12元。现切现称的贵州地摊火锅，现炒底料香气四溢，令人食指大动。可惜五脏庙已经装不下了。逛一圈吃下来，加一加，比在餐厅吃一餐还贵。这似乎已是逛夜市小吃的不变定律了。搭乘1号线到南部汽车站，浚发罗市湾的商贸城夜市，也是昆明夜生活的好去处。其实这里并不是以美食小吃为号召，主要以服饰、鞋子等生活日用品批发价吸引游客。夜市集中在商贸城周边的一些街区、广场和内部巷道，范围广大，不是一个单一的集中点，而是围绕着整个商贸城形成的餐饮、购物聚集区。目前这里还以滇越铁路为主题，打造成一个日夜皆宜的赏游景点。车站、铁轨、火车头等元素在云南铁路宣传文化广场完整重现，夜晚在灯光的投射下显得美轮美奂。这里白天还是亚洲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之一，以英文字母分为多栋多个商品区域，足以令人迷路逛到腿软的。到了夜晚，多数批发商从室内转战室外，
以更实惠的价格吸引买家。昆明的夜生活选择哪里好呢？如果你喜欢建筑景观、文化氛围，建议昆明老街、南屏步行街。若是喜欢市井烟火气的美食小吃，双桥夜市不容错过。想买平价的衣服、鞋子、饰品，则罗市湾商贸城是上之选。当然，不想做选择的话都可以去，搭个地铁也很方便，可充分感受昆明的历史脉络与现代节奏交融的夜生活。